各位好，我是大宇。蔚来呢前几天开放了它的旗舰的 SUV 全新的 ES8 的这个订车的这个服务也就是说这个月可能马上也要开始交付。我作为一个老的 ES8 的用户，我发现 ES8 在蔚来的这个产品序列里边的位置似乎有一点微妙的变化，所以今天我就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的。首先我觉得这个微妙的变化，因为我买的时候 ES8 还是一个蔚来唯一的一个产品，所以它不仅是要打出这个品牌，也要有一定的这个用户量的积累。那现在我发现 ES8 有点不是很想卖很多的感觉。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老的 ES8 它是有7座版和6座版之分的，但是新款的 ES8 呢，它就没有7座版了，只有6座版。这个在我购买策略里边影响是最大的。为什么我那么看重7座版这个座椅布局的形式呢？是因为我是一个2胎家庭。你知道2胎家庭，你平时出门最少要4个人。如果4个人出行，这个时候特别多的场景是，比如我们带个阿姨，或者我们带一个老人，奶奶呀或者外婆呀，就这种。如果我用我现在的这个老款的 ES8 是7座的，那就是说我整个后备箱的容积是不会变的。因为其实 ES8 如果调成这种第3排座椅打开的这种模式，其实它后备箱所剩的就有点小了。如果是我们2胎家庭出门，孩子小的时候带个婴儿车很正常，当然现在有那种折叠到很小的婴儿车，有的人甚至要带婴儿床，反正我们家是要带个婴儿车。现在孩子大一点的，我还要带个露营车，还要带一些我露营的装备。那这个就导致后备箱的这个空间是被急剧的压缩。如果6座版，我想它最低打开5座的状态，也要占用一点点后备箱。就像我那个老款的一样，我是可以打开一个，另外一个还是放行李的。但是后排的这个体验，因为毕竟跟行李待在一起就没有那么好。说我那辆老的 ES8， 但新的 ES8 包括老的 ES8 的6座呢，我有个很深的体会，因为第2排只有2个座椅，所以中间是有一个过道的。那这样坐在第3排的人就没有那么强的好像坐在后备箱里的感觉，似乎好像是要更好一些。但是我依然理解不了取消7座版这个行为的背后的逻辑。我们高级了嘛，我们就反正你那些习惯都要改嘛。所以我这种平时把 ES8 当成一个大5座开的人，你让我取消了第2排中间的座椅，我还有点不习惯了。还有一点就是关于 ES8 的我的一些看法。首先我看了网上的很多的试车试驾的视频，但是我自己呢今天呢是去了2家商场里的蔚来中心，我是没有看到 ES8 的这个实车。在其中这一家我看到了这个 ET7、ET5 的旅行、ES6、ES7， 但我就没看到 ES8。所以我觉得 ES8 似乎好像不是现在蔚来主销的一个产品，可能 ES6 或者 ET5 旅行版是他们现在主销的产品，所以 ES8 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在整个蔚来的这个产品序列里。那当然它是一个旗舰，好像似乎它更加是一个标志性的顶端的那个车型的感觉，它并不是那种跑量的车型。所以这是我的一点看法，因为没有试到车嘛，没有见到，这是第一点。我通过这件事儿呢，我自己有一点猜测，我不知道真的假的。我觉得蔚来或许要布局一款 MPV， 因为其实像我们这种2胎甚至3胎的家庭，其实3胎的家庭你6座版的车真的就很难再使用了。那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哪一天突然从2胎家庭变成3胎家庭。那如果我一旦变成3胎家庭，那我就更加的需要7座版的车了，是吧？所以我怀疑蔚来是不是要布局一款 MPV， 有点像极客布局的那款 MPV 那样的一个车型。我不知道蔚来有没有，我希望能有个 MPV 出来接着我这种7座版这个爱好者的车型的班。所以现在的6座的 ES8 我是没有办法去考虑的，这一点我过不去的，我就进入不到下一步什么选车看配置的这个过程。那我也大概的去看了一下新款的 ES8， 其实和我那个老款的比，首先有一点，蔚来它上来就是把动力弄得很强的，即便是我那个最老款的蔚来 ES8， 就是前后双异步电机的这款，它也在动力上其实是没有什么妥协的，动力非常好。
甚至来说，它在整个200公里时速之下，它的加速度都是很快的，不是说单单起步快，是全段的加速度都是动力都是非常好的这个感受，这就是能耗高嘛。新款的 ES8 说是有一个全新的外观，我看网上很多这种试车专业这些媒体老师都说什么平直的车窗的这条线多么漂亮，设计多么好看。其实我没有看，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突破性的设计，或者是值得炫耀的因为其实你看 ES6。它那条线都是直的，你 ES8 比 ES6 能大多少是吧？你就长那么几十公分，你就把那线画长几十公分。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设计，甚至我觉得有一些觉得有点设计的，可能再过几年就觉得没有那么好看。正后看它的后面，包括尾灯的这个形状，有点像某个豪华品牌，是吧？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夸赞这件事儿，就是为了外观让我去升级这个车呢。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除非是我为了显得我好像有消费能力，说换就换，否则好像也没有为了外观去换的这个必要。说完外观呢，就是说这个内饰呢，说是全新内饰，但实际你看也大差不差，什么 ET5 什么 ET7 新 ES6 是吧？其实这个内饰大差不差，都那样。你说有啥进步？我觉得没啥变化。顶棚尺寸大小不一样了而已，有什么变化？没有变化。你说现在的这个 ES6 的前排和这个新款 ES8 的前排，在里边拍张照片，你真的是不是每天研究未来的人，你一眼能分辨吗？可能也就轿车 SUV 你能分辨一下，像这种 ES8，我觉得内饰就没有必要再夸赞它了，就那么个玩意儿，都那样。还有就是说，这系统升级第2代，好像什么激光雷达自动驾驶更好用了。是我承认，这个有激光雷达自动驾驶肯定比我们这种老的没有激光雷达的要好用。但是就自动驾驶这件事儿，我是实实在在的认为，我那个车我花了4万多卷装的自动驾驶，是浪费了4万多块钱，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把这个钱浪费了。我这个功能真的。未来老的 ES8 有一个产品问题，只有这个使用了人才有深切的体会。它现在好一些，在早期的时候，未来的这个因为是摄像头这种视觉的自动驾驶，在阴雨天气，特别是雨下的比较大的这种雨雪天气，它是经常会启动失败的。每当它启动失败的时候，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个车 ACC 也不能用，定速巡航没有，它没有普通的定速巡航，它不像我们家之前的那种汽油车，它是就算 ACC 不能用的情况，它是有一种定速巡航这个功能的，你就不用一直踩着油门嘛。但是未来不是，未来只要你开通了自动驾驶，定速巡航就默认变成 ACC， 那你 ACC 启动不了，你就不能自动驾驶，你就脚要一直放在油门上，你就踩着那个油门。反正我这个车是，所以我是有点觉得说自动驾驶这个功能现阶段真的很鸡肋，它是因为它不是自动驾驶，它还是一个辅助驾驶，所以就是说在 L3 之前所有的自动驾驶我认为都是鸡肋。你有呢当然就是辅助你一下，锦上添花的一个东西，但你没有呢，我觉得也完全不影响，就是这么个东西。所以就它比 ACC 没有什么质的飞跃的进步，就是车道保持居中，什么变个道啥的，它有时候瞎变。未来那个 NOP 叫做领航辅助，真的有的时候挺坑人的，我真的是不敢使用这个功能。那现在未来的这个 NP 在我的日常的使用当中，我唯一有体会的一点就是我开着它的能耗比较低，但是换来的代价是这车越开越慢。比如高速节假日稍微车多一点，好，越开越慢。这车就你正常，假如你能保持在一个100公里的这个行驶速度，它是100公里前面遇到个慢车，它的策略没有那么激进，不是说就赶紧变道就超过它，它是先减速，跟那慢车跟一会儿，发现哎不行，我们再减速。所以这个时候就遇到个问题，你开在一个很宽敞的地方，前面又遇到一慢车，这慢车可能开80，这高速限速100，那你从后边接近它之后，嘿，你就慢慢降速到80，降速到80之后，它半天不变道，后边有一个车就从我这个右边要超车了，这时候它往右变道，所以这个就让人很尴尬。这个自动驾驶就是这么一个货，所以你说这真的是时之危险，时之玩命啊，是吧？弃之可惜。
就这么个东西。因为为什么可惜？因为你花了4万多块钱选的呀。那你说我到高速我能不心痒？我这4万多块钱花了呀，我得用一下，就这么回事，让人很不舒服。所以这是未来的自动驾驶所谓的这个升级，那它也没敢标成是 L3级的自动驾驶，是吧？它现在还叫自动辅助驾驶，还叫什么辅助自动驾驶，我不知道它怎么叫，反正是有辅助这个字的。它如果一旦发生问题了，还是要你负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所谓的第2代就是一个常规的升级。它第2代2在哪儿？它是动力比老的 ES8，我那个 ES8 5年前提车的，2018年提车的，它比我高级多少？自动驾驶高级，大灯有什么引入激光雷达了，可以调这个什么矩阵式大灯了，内饰做工更好了，外形变了变。我现在如果想换的，我这车可能能卖个20万，老车主优惠我个1万多块钱，我使用我原来的这个权益，就是免费换电这个权益，等于买新车还能便宜3万。所以我看了一下，我选完了，大概这个车我是需要花44、5万的样子，45万左右。因为有一些比如车顶行李架这个东西现在还要选装了，原来都是默认带的。然后后边的拖车钩你用不用你肯定选上嘛，是吧？选上你这个车以后就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导致我会觉得好像这40多万花出去，44、5万还是租电池的情况，还不是买电池。这个点还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呢，所谓的电池租赁是一个10万块的免息贷款，我们都选。现在10万块好像要还7年还还几年，我到现在还没还完，每个月还是1000多块钱，反正就这么还，但是是无息贷款嘛，最后这个电池是归我们的。那现在就是你选电池租赁的，每个月1000块钱，这个电池它不归你，是吧？75度电好像是1000块，998还是多少？1000块钱，100度电是好像1400多，将近1500块钱，所以这成本也要考虑一下。似乎好像也没有什么换的必要，而且我的这个老 ES8 有很多权益，大家可以看看，这有什么终身免费质保。我这个因为也第5年了嘛，也换过这空气悬挂，这些配件确实也是没要钱啊，只要买一个保险无忧，每年这个保养也不要钱，所以我觉得还是用着还是挺舒心的。现在唯一能促使我升级的动力就是续航。我老款的这个 ES8 的能耗，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我刚提车的时候，这个车的能耗一度是能达到38度电，38度电每100公里，就接近40度电每100公里的这个水平。那可见当时是一个70度的电池，我40度电每100公里，在市区这种拥堵路况，就不是特别好的路况，可能我驾驶风格也比较激进的情况下，新车嘛是38，也就是说70度电我是无论如何也开不到200公里的。当时呢又是没有什么换电站的，全上海好像就几家换电站，而且那种1代换电站，你知道你开到那儿还要人下来，小哥开着车上去上架子，再换好电再下来，你再上车再开。这种呢就是换电站又少，体验就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呢大概在前2年的时间里都没怎么换电。当时买这个车，他送了我很多一键家电的券儿，我就用那个一键家电，也挺好的。当然也送了一个加充桩。我在前2年大多数时候使用这个 ES8 就是城市通勤用，所以每天回来呢我都有这个加充桩。当然我也不用每天充，因为我上下班也不太远嘛，所以我大概1周充个2-3次就够了。然后一旦有长途的需求呢，如果是我一个人时间比较空余的，我或许会开 ES8，但是我都是在300公里之内的长途我才敢开，我中间充1次电，充满它。我在高速上，我驾驶风格尽量保持平稳一点，这样的呢，我的电耗是能去到32、33那个样子，就高速电耗。这样的话，我就能续航大概在个200公里，所以300公里的地方呢，我中间充1次电，我就吃一顿饭，充满它也就够了。所以只是我在这样的场景下使用这个车，所以大多数只要是超过这300公里这个距离，我开其他的车去完成这个工作。ES8 其实驾驶感受啊什么的，在当时我感觉是挺好的，但是随着这些年的不停的FOTA， 所以这个车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它在大概1年左右或者不到1年左右的时候，有过一次大的升级。这次升级之后，我发现能耗明显下降。
我就再也没见过38度电每百公里的这个能耗了，除非你一直是在练起步，那当然也是能的，但日常我使用这种拥堵的路况再也不会了。也就是说，日常我现在使用，我怎么开，它都是在31或者32，最激烈驾驶的情况，也就是在32度电多一点每百公里，那么能耗就好很多了。再加上我在需要的时候就换一个100度电的电池，那这样呢，就基本上赶一趟就开300公里，这是没问题的。再加上这2年高速换电站也多了，所以我现在就敢于说开 ES8， 哪怕现在开个1000公里，从上海开到北京，那完全没有压力啊，是吧？我就开嘛，中间换2次电、3次电，那反正换电又不要钱，我是终身免费换电的，那我就到了呀。所以这点还真的挺好的，所以我没有什么换车的动力啊，因为老的车确实未来维护的挺好，它每年都更新很多次这个软件，经常性的就更新，去增加很多功能或者优化很多功能，包括以前我经常吐槽蔚来的那个自动雨刷，蔚来自动雨刷呢，它有一个开关。那一般的车的逻辑都是摁一下这个开关，自动雨刷启动。那启动了之后，它雨刷器呀，它有很多档位，是吧？1档、2档、3档，速度不一样。一般的车，如果你是比如向上1、2、3档，那么你向下拨这下是不自锁的这个档位，你往下一拨，它是临时刮一下。蔚来早期就有个问题，你打开自动雨刮之后，它是自动会刮，但是自动雨刮有的时候不是很合你心意。比如我马上要转弯了，我想这个时候赶紧看一眼，刷一下，我就向下拨，让它这个在这个不自锁的档位临时刷一下。这个时候早期的蔚来你这样刷一下，它就会退出那个自动雨刮这个功能，那就让人觉得很费解。因为我以前曾经开过大众的那个朗逸那款车，那个车它也有一个自动雨刮的档，但是它那个是单独的一个档位，你开1档就是自动雨刮，你开2档它就是个2档速度，这样的它就不需要另外再设置一个按钮去开关自动雨刮。那但是你既然都已经设置一个按钮去开关自动雨刮了，为什么这个换档位往下这个临时一下这不自锁的档位还会取消自动雨刮？我就跟这个蔚来反映了很多次也没解决。后来我用车用到第3年多快4年的时候，蔚来终于又通过一次 OTA 把这事儿解决了，它就变成跟我其他车是一样的。因为我家另外那几辆车都是你开了自动雨刮之后它是会自动刮，但是你临时刷一下不会取消自动雨刮这个功能。蔚来呢，它非常搞笑的一点就是它有点矫枉过正了。它现在呢，就是你打开自动雨刮之后，不论你进行什么操作，除非你把雨刮锁定到1、2、3的速度档，除非你进行这种操作，否则哪怕是你停车、锁车、回家睡一宿觉，第2天早上再过来开车，它自动雨刮依然是启动的。你敢信？头一天下雨，咔咔开完了停那儿了，第2天晴天了，开车出门，有时候一拐弯，雨刮唰唰刷了一下。低头一看，那它还没有个标志显示在那儿。很多车在仪表盘上有一个雨刮的标，那个图标写个 A， 就自动雨刮这个功能。蔚来没这显示，所以你低头看也看不出来。那么你按一下按钮，它会显示自动雨刮已关闭，也就是说之前一直开着啊。反正它就是这么一个。通过雨刮器这件事儿就可以看出，蔚来因为它是个新势力造车嘛，它对于很多基础的功能它并没有经验，所以它一直在摸索，来回调整啊，搞就这么个过程中。所以像我们这种老的 ES8 车主，用车这5年的时间就一直在经历陪他共同成长那种感觉，就是你能看出他的纠结。包括早期的动力是踩下去一点都没有，突然有，还是说踩下去就有一点在慢慢这种线性一点，它这个都是在调整。包括原来的驾驶模式可能没有雪地模式，后来有了什么雪地模式，还有什么个性化，还能在这里设置。以前的很麻烦，要进到车机设置菜单里去设置这个个性化的调节。以前也没有什么轻松载物，反正就是很多功能都是在不断的改变，就这么个过程。所以我觉得 ES8 到现在我用了5年，它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产品，它还在迭代。但是我这个车机现在可能是有点速度跟不上了，但是当年也是说是最快的芯片呢，是吧？但5年了嘛，5年确实根据摩尔定律，可能这个芯片的速度已经翻3、4倍了，是吧？所以
哎，就这么回事儿吧。我不是很想换新款的 ES8，就是说一下新款的 ES8，其实它的动力系统是有一些变化的。我这个老款的 ES8，它是一个双感应电机的这么一个结构。那后来这个 ES8在中间是有过一次小改款的，那个小改款就变成和 ES6是一样的动力总成，后感应电机就前永磁电机，这样它的能耗会得到了很大的优化。可能是永磁电机在巡航的时候比较省电，异步电机在瞬间做工的时候功率比较大，但是在巡航的时候比较费电。我就这么理解，这个东西我不专业。但是现在我听说 ES8 可能是改成后永磁前异步了，也就是说，因为 ES8 其实它一直是一个比较偏后驱的结构，也就是说它在多少100可能还是80公里以下的时候，它大多数的这个正常的驾驶模式下面，你不选雪地模式，不选那种强制的这种四驱模式，它是一个后驱的车，所以这种偏后驱的车呢，它可能在使用的过程中，它是偏向于用这后电机用的多。后边如果你装一个永磁电机，那你用的多的电机是永磁电机，那就比较省电嘛，是吧？因为永磁电机在巡航还是运行的时候是比较省电的。但是呢，它有个特点，就是它在拖曳的时候是有拖曳力的，所以它会耗费电。所以你把它用在后边，就让它大多数时间都在做工，那么你就可以避开它的这个缺点。前面你装个异步电机，那在这个加速的时候，急需要动力的时候，让异步电机在前面来做工。那如果在平时异步电机，因为它没有拖曳力，它等于就是个后驱车，这就能耗就比较好嘛，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升级的，跟我那个老的 ES8 比，这个升级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其实感受就是没啥感受就是能耗更好了，续航更长了而已。那未来马上也要出150度电了嘛，我就想今年如果出150度电，我就马上去尝试这个150度电在我这老八上能续航达到多少。因为现在100度电，我现在在这个未来开这种 NP 的情况下，我的高速能耗是能到24.5的样子。那也就是说，我是敢挑战一个350公里的单程不充电的这个行程的。那再加上现在换电站又这么多，所以我就觉得好像100度电现阶段我用还是够的。那么如果要是有150度电，那不就是更够了吗？我何必要换车呢？我甚至就不用换车，未来又是全铝车身，内部生锈，又终身质保，又终身免费换电，我是没有什么换车的动力了。所以我就觉得说，作为一个老的 ES8 的车主，我不是那种非常有钱的人，就是花钱不在乎的人，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在这个时间点去升级全新的 ES8。那当然，如果你就是个时髦的人，或者极客，或者不知道，我不是那种人，反正特别有钱嘛，那你就自然的，那你就去换这个，你也不会来看我的视频，是吧？看我的视频还是这种普普通通的咱们过日子人。我认为，如果你从来没有买过蔚来的车，那我是觉得 ES8 是一个完全值得推荐的产品，因为在这个45万这个价位，我认为不会有产品力比它更强的车。45万乃至50万这个价位，如果因为你选75度电，再加上你的选装大概是在53万左右，就可以买一个我认为已经足够好的 ES。当然你就不是那个签名版什么的，很多这种外观套件我是不太会选的，这么个情况。如果你从来没有买过或者从来没有用过蔚来的 ES8， 也从来没有用过换电的车，那么蔚来 ES8 它是对得起这个价格的一个产品。就目前为止也是，因为其实什么车能跟它比？沃尔沃 XC90 T8 好像价格都比它贵很多哈。如果要不就便宜一些的，就是领克的009，这个也是油电混合的。你如果纯电的车能跟蔚来 ES8 比产品力的中大型 SUV， 我现在觉得都没有什么好比的。特斯拉的 Model X 那个车也有6座的，也是又有那么炫酷欧翼门，但那车型也挺老了，是不是也要出新款了？还是说我具体就不太了解，反正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比性，因为它也不带换电嘛。那如果你想要考虑换电，想要大的一个6座的 SUV 的，是可以考虑现款的 ES8。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对7座有一个刚需，又对7座有一个执念，不爱好6座就爱好7座，那我建议其实你是可以等等看未来会不会在明年推出这种 MPV 的产品。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 ES8 的车主，唯一能让我再换车的，可能就是蔚来的 MPV 了，因为我觉得 ES8 老的 ES8 的产品力已经足够强了，太强了，强到你新的 ES8 没有办法完全的颠覆它，就是这么个问题。所以我会觉得，因为我有老的 ES8，我会觉得新的 ES8 好像有点索然无味啊，并且我当年买的时候，因为有补贴嘛，我当时补贴就67000多块钱，那算上这个补贴，我当时选装了一点东西的，如果去掉电池租赁和自动驾驶的，这个车是不到30万的。当时我这里可以贴一个我当时的这个付款清单，这是电池和不包含自动驾驶的这个价钱。自动驾驶是我开车了之后，这个车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又选配开通的。为什么我会这么选？因为当时即便我提车的时候我选了也是没有的，所以我当时就没选。那我后期等它有了之后，这个 NP 上市了之后，我又开通了这个服务，花了4万多块钱。所以就是这么回事儿。如果你从来没有开过蔚来，那么 ES8 绝对是值得入手的一辆车，但是你不能是7座爱好者。但是这个时候你又要纠结一下，你是选有冰箱的还是没冰箱？有冰箱呢，它就跟7座车一样，要从侧面，虽然是电动的，你还是要从那个侧面侧门那个缝那个地方去上车。没冰箱的中间倒是有个小过道，那个小过道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蔚来 ES8 就这样吧。如果你看了我上面的节目，你如果一定要坚持买 ES8 的，并且你没有推荐人，你可以扫我这个码，能多得24000的积分。对，我觉得汽车之于普通人还是一个我们生活的工具，没有必要为了这个工具增加很大的负担，所以我就不想再换了。我觉得我那老的 ES8 真的是再开几年，再开个5年是吧？换第3代的蔚来 ES8，我就想看看第3代的蔚来 ES8 是什么样的，到时候再说。所以目前就是这么个情况，是吧？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证明我这个粉丝特别少，我这每天录还需要点动力的，支持一下，感谢，再见。